大家好，我是罗乙，欢迎来到罗乙时间。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节目。今天是系列节目之2，进化论商中篇第4集，染色体恒定与活化石证据敲响了进化论的商钟。什么是活化石呢？现代活着的动物、植物，如果它们的形体和很久以前相应的化石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就可视为活化石。目前已知的活化石有上百种。例如，这个呢是现在活着的羟基鱼，这个是羟基鱼的化石。这个是现在活着的水杉树，这个是水杉树的化石。这个是活着的鳄鱼，它也有它的化石。活化石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检测 DNA， 因为它们都有现在活着的活物，所以可以检测 DNA。我们来通过分析活化石羟基鱼，来了解为什么活化石可以置进化论于死地。从早黎盆氏到晚白垩世时期的沉淀物中，发现了许多羟基鱼的化石。因为很久都没有发现与化石形体相同的活着的鱼类，因此认为在6500万年前，这种鱼类已经灭绝了。直到1938年，在南非捕捉到了第一个羟基鱼时，才知道现在仍然有它们活着的子孙，人们把它们归类为活化石。令人惊讶的是，4亿年来，它们的形体基本没有改变。如果形体和现代羟基鱼差别很大，那羟基鱼就不能算活化石，那就是另外一个鱼类了。因为 DNA 编码是生物遗传的唯一信息，形体差别不大，就意味着 DNA 编码的差别不大。几亿年来，基本没有大的差别，完全没有发生进化，这实在让进化论者跌破眼睛。羟基鱼的尾鳍有3叶，中间叶突出呈毛状，体粗大，长约 1.5 米。南非的羟基鱼品种外表呈深蓝色，而印尼发现的羟基鱼品种则是呈褐色。科学家估计它们可以活到80到100岁。羟基鱼一般是在深海生活，最深可以达到700米。羟基鱼是卵胎生的，孕期可达2年。雌鱼每次会生5到25条幼鱼，幼鱼出生的时候已经有300多克。它们的繁殖行为并不是很清楚，但因为是卵胎生，它们的雌雄鱼都有交配器官，雄鱼的精子会进入到雌鱼的体内，完成生殖环节，而这个环节也包括了减数分裂以及联会的过程。羟基鱼化石有一个许多鱼都没有的特征，那就是2个胸鳍及2个臀鳍都是肉质的。进化论认为它们是爬行动物的祖先，通过进化4个鳍变成了4个脚。那些没有进化的羟基鱼呢，就被淘汰了。
问题是，进化论凭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并没有科学的根据，只是自己的想象。美国国家地理把发现羟基鱼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那是1938年，一艘拖网渔船捕到了一条非常奇特的鱼。科学家在鉴定中发现，它的形体和羟基鱼化石非常相似，确定就是活化石羟基鱼。按照新的进化论理论，突变是进化的动力。那么，经历了几百万代以后，它们的 DNA 编码有多大的差异呢？这些问题困扰着科学家们。可是，化石中的 DNA 编码已经不可能得到了。能否从活着的羟基鱼的 DNA 编码中寻找答案呢？科学家们从夏娃理论和亚当理论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去比较活着个体的 DNA 编码来寻找答案。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非常科学、非常正确的道路。2005年，一篇关于羟基鱼线粒体 DNA 编码的报告出来了。科学家们从非洲羟基鱼和印尼羟基鱼线粒体基因组的差异，估算它们分化的时间。那么从羟基鱼 DNA 的解码上可以看到，分别生活在非洲沿海和印尼海域的两种羟基鱼，它们虽然分离了几千万年，可是它们的 DNA 编码差异却出奇的微小，其差异量比黑种人和白种人的差异还要小，体型也没有大的不同。那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的分析可以看到，几千万年生命历程，它们没有发生任何的进化。这个报告给出了2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这2种鱼之间，它们的线粒体 DNA 的差异为 4.28%， 非常的小。第二个结论，这2种鱼分期时间点估计在4000万年到3000万年以前，分期的时间非常的长。分期时间长，差异非常小，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而这个方法呢，就是通过分析现在活着的个体的序列去追寻祖先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夏娃理论、亚当理论、伪亚当理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找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通过分析现在活着的个体的序列，这个是 Y 染色体亚当啊，那个活着的个体的序列就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个体的身体中的序列，分析我们身体中的序列，追溯到萌生所有存在序列的祖先序列是可能的，就是说从我们这些活着的个体的序列去追溯已经不在的祖先的序列是可能的。而这条祖先序列呢，就代表了一个点，这一点就是所有现存个体的血统都交汇到的一个原个体，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原个体。
他们所有的共同祖先，就是这些现存个体的所有人的共同祖先。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共同祖先，就是有一个女性祖先，就是夏娃线粒体夏娃，还有一个就是Y染色体亚当。而最早的一个祖先呢是唯一亚当，那是第一个人。而这个追寻呢，就是从我们活着的人个体的序列里面可以追寻到最早的祖先。科学家的这个方法不仅找到了人类的祖先，也可以找到羟基鱼的祖先、鳄鱼的祖先。它可以对任何的动物、植物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找到祖先。接下来，科学家也对羟基鱼的染色体进行了研究。他们确定羟基鱼有48条染色体。他们在5个羟基鱼的基因组报告中说，每个基因组包含有大约 27.4 亿的 DNA 编码。报告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比较2个羟基鱼品种全基因组序列，出人意料的是，它们之间的基因组中的遗传差异估计仅仅只有 0.18%。依据 DNA 减半定律，每一代 DNA 编码变化仅只有10亿分之 0.5， 比我们人的1000万分之 0.5 还要小100倍。几千万年的时间，只有10亿分之 0.5 的差异。染色体的恒定性在这里是真实可见的。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动物、植物客观的实体有2种，一种是化石，一种就是活物。作为物种研究的物件，可以划分为3类。第一种是没有化石的动植物的活物。第二种呢，是没有活物的动植物的化石。第3种是既有化石又有活物的活化石，就像羟基鱼就是这样，属于这一种，又有化石又有活物。那进化论呢，他们的研究呢，常常都是依靠前2类来判断，要么就没有化石，要么就没有活物，因为这样子可以任意的按它的进化理论假说去进行推论。它可以说某一个活体是某个化石进化来的，可是呢，史无对证，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讲道理。可是有了活化石，既有化石又有活物，在这种情况下呢，进化论就没有办法可以去乱讲。例如在羟基鱼没有活化石之前，进化论者他们的解释就像是亲眼可见到的一样的来告诉你。他们说，在距今4亿年前的黎盆纪时代，羟基鱼的祖先呢，他凭借强壮的鳍爬上了陆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其中的一只就越来越适应陆地的生活，然后呢，就成为了真正的4足动物。而另一只呢，登陆的羟基鱼在地上屡受挫折，又重新返回大海，并在海洋中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与陆地彻底告别了。这是他们之前的解释。他们看到了挣扎，他们看到了屡受挫折，
他就像看到一样。可是这些道理呢，他这些推论你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进化论最爱做的一件事情，他说的东西都是让你似乎很有道理，却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羟基鱼的 DNA 解码证明3000多万年来 DNA 编码和形体根本没有进化的痕迹，这是从 DNA 编码和数学分析所看到的，这是真正的科学结论。如果没有活化石，没有 DNA 编码的解码，你就只能听伪科学进化论随便在那里骗人了。我们知道 DNA 是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就产生什么样的形体。从活化石的 DNA 可以证明 DNA 编码序列亿万年来连微进化都没有发生。现在已知的活化石已经有上百种，每一个活化石都是对进化论的一次否定。染色体的恒定并不是没有多态性，但是因为微小的10亿分之一的突变率，它产生了多态性，也就是产生了差异，但是并不影响染色体的数目的恒定、长度的恒定、形状的恒定、编码数量的恒定、编码序列的恒定、编码信息的恒定，完全没有因为突变影响到这些恒定。而染色体恒定是活化石形态稳定的内在因素，活化石又证明了染色体恒定。染色体的恒定使各物种的基因组恒定，因为基因组是染色体构成的，染色体呢是 DNA 编码序列构成的，编码序列携带传递信息，是信息决定了物种的形体。无论过多少年，都不能从一种生物变化到另一种生物，因为物种是恒定的，这是基因组的恒定性和信息所决定。进化论从动物化石的形态建立了一个从猿到人的进化链，他们确定人和黑猩猩共主600万年前分道扬镳，在410万年前进化出了南方古猿，过了180万年，南方古猿进化成能人，又过了50万年，能人进化成直立人，最后进化成现代人。这些推断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那些猿类除了化石以外，什么 DNA 的证据也没有。凭什么仅从几块骨头的化石就能够断定它们之间存在着进化、承传的关系呢？就像仅仅凭着一块头盖骨就确定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进化论这个伪科学实在是荒唐至极。DNA 是生物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进化论者必须面对 DNA 解码和数学的严格拷问。只要看到许多活化石的形体在上亿年都没有发生变化，进化论者没有科学根据的推测纯粹是骗人的谎言。例如，羟基鱼既有几亿年前的化石，又有活着羟基鱼的 DNA 解码和数学分析资料，坚实的科学证据显示，
经过4亿年的羟基鱼，连微进化都没有发生。生物如此稳定是有科学依据的。物种能够稳定不变，是基因组恒定性所决定的。从 DNA 解码和数学分析活化石的科学证据，完全可以肯定，南方古猿就是南方古猿，能人就是能人，直立人就是直立人，现代人就是现代人。他们是各自的 DNA 编码信息所产生的形体，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不存在共主的信息。这是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所看见的。活化石的证据，染色体的恒定性，为进化论敲响了丧钟。